今天我们邀请到元龙体系原生医院中医部部长林清怡部长来跟我们一起讲解说我们的慢性咽喉炎的一个中西医的观点。来，部长你好。哎，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这个慢性咽喉炎，听吴医师说他打电话来跟我说，那个 YouTube 上面点阅率超夯，就是在我跟他的那一个访谈啊，就说那个所以慢性咽喉炎的这个问题，其实真的是很多人有。对。我就简单讲解，再简单的跟大家就是回顾一下，说慢性咽喉炎对我们来说，西医的观点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慢性咽喉炎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喉咙卡卡，那 OKK， 然后你持续了大概可能超过3个月啊以上，你可能就会觉得真的很不舒服，然后来找医生。然后这时候呢，就其实丢给了一个你来喉咙卡卡，你第一个当然就是来找耳鼻喉科医师，应该很少喉咙卡卡跑去找中医吧？很多耶。真的吗？哇，我的门诊实在是无敌多的。真的哦。对，因为什么呢？其实也是拜陈医师之类耳鼻喉科医师所赐，因为全部照一照之后，刚刚立波逮急放回家，就又跑来我这边了，所以很多。对，所以其实慢性咽喉炎在中医西医来说，其实都是一个有点难治疗的疾病。简单说就是。它其实是慢性咽喉炎，顾名思义就是慢性的喉咙发炎。对，可是是什么发炎？原因就是 ABCDEFG 超多答案，要超多的那个解释方法。对，也有超多病因。可是他们显现出来的就是让你喉咙不舒服。对，重点是你这喉咙不舒服，很多都是医生看不出来的。对，这时候就是要我们一个一个去抽丝剥茧，然后慢慢的去把那个病因找出来。在我们耳鼻喉科来说，第一个，你喉咙卡卡的话，最不舒服。第一个当然就是从鼻子，像鼻涕倒流啊，鼻窦炎啊，过敏性鼻炎，这个都会让你喉咙会觉得，好像有黏液卡住。对，再来就是你的嘴巴口腔的问题。口腔的问题，像是扁桃腺结石，或你有牙周病，嘴巴里面慢性的一个感染的状况的话，也有可能会让你喉咙觉得不舒服。这个时候的你的不舒服感应该说是比较上部，对我的经验来说比较上部。接下来呢就往下，可能会有一些像是有人会抽烟，或者是你有就像大众就是胃食道逆流，没错，咽喉逆流，这个就会让你在喉咙的中段或下段这里会有不舒服。对，比较少见的像是一些像是你长肿瘤、甲状腺肿瘤，或者是有一些淋巴肿块。这个也会从外部去压迫，这个我们也其实蛮常遇到的。对，所以这些东西在我们耳鼻喉科来说，你从鼻子做一些检查到喉咙的话，很多东西看起来都会是正常，顶多就是稍微有点肿胀。对，所以我们要去好好的去分析，然后给病人的药物，就是需要每一个不管是耳鼻喉科医师、肠胃科医师，然后最后我们真的找不出哪里有问题了，可能就是要找身心科医师，然后这家大家都集思广益，甚至有的需要我们中医师来一起合作协助，然后才能够真正的去解决那个病人的问题。对，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可能这种抽丝剥茧，对我们来说，西医来说是一个我们从以前学就是这样子。可是我觉得中医好像是不太，它的理论好像就不太像，在我来讲就是好像理论好像不太像是这个说。每个病因不一样，然后给我来说就是看武侠小说里面中医，每个人说你是什么阴阳什么两经，然后郁结，然后你就会有什么病，然后肝经阻塞，然后就会什么肝病，然后什么对，然后我就会觉得中医非常的神奇，所以不知道中医对于这个慢性咽喉炎到底是什么样的解释方法？好吧，今天亮宇医师有跟我聊到，真的太好了，不然他一定只想说，到底慢性咽喉炎跟肝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真的跟肝有关系吗？但是其实我们就要分不同的系统来讲这件事情。总之呢，中医师总是讲说什么，我可以三指定江山嘛，对不对？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是前面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叫做鉴别诊断。其实像刚刚亮宇医师提到的，我来中南部来的嘛，所以我一定要这样讲，我都跟患者说，你除了查他的本体，他的触鼻马一个损嘞，就是指说鼻子的问题，肠胃道的问题，然后当然还有就是他局部的发炎。那甚至有的我们也会去就是了解一下他的病史，譬如说他前面有没有一些，譬如说感冒的征兆啊，或者是说一些过敏史，其实我们全部也都还是会去跟他们查。那
至于当这些鉴别诊断什么都查不到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落入这个部分。我们会说这就叫做功能性的慢性咽喉炎。对，其实这种什么都查不到的情况下还蛮多的。对，很多，没有错，真的还蛮多的。对，所以其实功能性的慢性咽喉炎的话，就是你在局部上下你都看不到的时候，那就会像我们很常讲的叫做依球症，或者是说梅核气这个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光前面抽丝剥茧的过程，就已经可以就是快速的处理掉很多病人了。包含譬如说胃食道逆流，其实胃食道逆流我们中药效果是蛮快的。一般像我门诊的患者来的话啦，就是他如果不是譬如说贲门松弛，或者是说很严重的痈的感觉，或者是说他的胃已经就是到达了就是瘫的程度的话，其实他差不多回去吃个1-2个礼拜回来，他就会 feedback， 他就说他的喉咙很舒服。而且最奇妙的事情就是，他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胃不好。哦，对，他们都会宣称没啦，我也没广告台子出现，我也没讲胸骨灼热啦，然后什么吃甜的东西啦就会难受。对，我也没有喝咖啡吃甜食，我哪有胃食道逆流？对，其实我们西医来说，慢性咽喉炎很少有人会跟你说他胸口灼热。对，因为简单来说就是他真的胃食道逆流。胃酸逆流到喉咙的时候，因为你食道跟喉咙的耐受性不一样，食道长得比较像胃，然后喉咙长得比较像嘴巴的那种黏膜啦，对，就是所以它们耐酸性会不一样，对，所以你有些胃酸逆流到喉咙的时候，只要一点点，你喉咙就会不舒服。可是那一点点的胃食道逆流对胃来说简直是 piece of cake， 就是小 case 啊，就是基本上对于胃食道来说，它那个就是一点点的刺激而已，基本上不会有什么症状产生，所以就是这基本上两个病因也有点不一样。对，这时候就是我们有时候胃药吃的也不会好，甚至我也是会找他们去寻求一些中医的协助，也是不错。是，那回到刚刚肝的话题好了，真的跟肝有关吗？其实肝不是我们的这个肝，不是这个肝，它其实讲的是说调节身体气血的那个体系。对，所以我们要把它想成是一个叫做系统。对，系统它就不是脏器，脏器只是包含在系统的一个很重要的大站而已。所以下回如果听到中医师跟你说肝气不顺、肝湿郁结，或者是说什么肝木克脾土这种话的时候，你就不要把它想成这个东西，就比较可以理解什么叫做功能性的慢性咽喉炎。没问题。对，其实就会跟譬如说身心科医师他们 link 在一起，就是其实是会跟一些身心的问题会有相关联。对，没错。所以我在治疗慢性咽喉炎的时候，有时候会适当的运用一些让你心情放松的药。对。不过重点来说，我觉得在西医的观点，我们除了用这些心神放松的药，还会就是要请病人去调试。对这种病人在那个中医观点就会说，他就是可能身心科也需要辅助嘛。在西医来说，我们可能就下一个定义，就跟他说，可能你是叫做自律神经失调。不过这就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比较像我们没有办法去用一些其他疾病解释的时候的一个垃圾桶。对，我都不好意思讲，不小心把藏在心里的话讲出来了。对，所以有一些是真的。对，可是就是这时候就是他可能，我觉得可能有些是真的是心理压力啦。对，因为毕竟这是。慢性咽喉炎对我某部分来说也可能是一个文明病，因为现在社会真的是无时无刻都有压力。像我来带吴医师班，我现在也觉得喉咙有点卡。对真的是原来是当主持人也是蛮难做的。是的。对，现在就觉得吴医师很厉害。对，所以就其实是会互为因果的状况。对那个可以请教那个部长，就是如果慢性咽喉炎的话，你们会用什么样的药物或者是方式去治疗它，或者是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去给它复健啊，或者是做什么样的治疗？OK， 其实这个药物的部分要讲起来就是一大篇，因为像刚刚就是有跟那亮宇医师谈到嘛，不同的鉴别诊断的话，我们使用的药物会不一样。但是我们就先回来聊到，就是譬如说比较功能性的问题，对，如何就是帮助自己放轻松的这一块。对，那当然呢，我先回到我们的主题一下，就是如何去鉴别在中医啦的门诊如何去鉴别说到底我是胃食道逆流的呢？
还是说我是因为鼻腔的，还是说我是自己咽喉本身发炎的？对，这个我也很好奇。对，因为中医不就是把脉是，然后看舌头是，要不然就把你眼睛搬下来，然后看一下眼白之类的。是，对啊，到底还对这胃食道逆流你们要怎么诊断？这蛮厉害的。看喉咙。看喉咙。对，其实看喉咙，而且我不用压舌板。哦，真的哦。对，我就是叫患者嘴巴，但我最近已经减少这个动作了，就是就请他们就是把嘴巴打开，然后我就是 pen light， 就是笔灯，就是会去照他咽喉的地方。那其实胃食道逆流跟他自己原发性的相比起来的话，就是原发性的它是背景整个都是红的，就是红肿。那如果说它是因为胃食道逆流那一种上来，尤其是无症状的，它会是血丝。血丝。对，就是它自己的背景其实还好。你是说是那个咽喉后壁吗？对，它是血丝，咽喉后壁就很像被烧灼伤的感觉。对，那而且有的甚至它会有开始有水肿的那个样子，有的甚至是苍白的。对，而且其实像看到苍白的跟红肿的我都可以猜到他的饮食习惯也不一样，那我会给的饮食建议也会不同。对，或者是请他 K 医生咳嗽的声音也会长得不一样。对，所以其实中医门诊因为我们没有检查仪器，然后没有内视镜可以看，所以我们就是会靠一些就是理学检查的方法去诊断，这样子我们才可以找得到真正的病因。没错，就是在我们的观点来说，就是看咽喉后壁的话，因为一开始耳鼻喉科当然是本意还是看感冒啦，对，所以像宜兴医师讲的那个咽喉红肿的话，我们大家要搭配病史。如果你一开始说喉咙痛，然后2天，然后来看后面喉咙是肿的，我当然不会想是胃食道逆流。没错，对。如果是2-3个月都这样红的话，就的确要想说可能会不会是胃食道逆流引起的。还有就是诱发因子啦，缓解因子这些把它加在一起。没错，所以就是这是要一整套把它做下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好好的去知道病人的问题是什么。没错。那宜兴医师还有没有什么小 pebble 啊，像是 OK 按摩的方法，对不对？对。OK， 好，那现在我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先教最简单的，就是你在办公室也可以做，而且同事不会发现的做法。OK， 就是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穴道叫做内关穴。那内关穴其实就是我们这里不是有那个左右手插吗？左右手都有内关穴。那这个正中线这里，我们可以摸到有2条肌腱的中间点嘛。那我们沿着下来，我们说叫做2寸的地方会有一个内关穴，但是2寸怎么找呢？我们就是3根手指头这样对着，就是这个关节因为这个宽度不一样，我们就是对中间的这个关节，对到这里，这个穴位就叫做内关穴。那内关穴呢，它非常的厉害。如果就是歌诀上面来讲，它就讲说内关心胸胃。所以心胸胃全部都知道了，所以尤其我们在刚才讲嘛，说就是functional 的，就是功能性的胃食道逆流或者功能性慢性咽喉炎，对，就是会有帮助，对，甚至去常常按压它嘛，对，甚至国外就是还有那个发明的止吐手环，它就是直接一个手环戴在这个位置它就是会让你刚好戴在这个位置，然后这个位置上面它就会有一颗不知道什么珠珠还是什么的，它就按摩内关穴。对，所以就叫内关心胸胃。那所以当我开始觉得就是，譬如说心悸，其实有一些症状是用心悸来表现的嘛。开始觉得心悸、胸闷的时候，那正在上班很忙，我不能做很剧烈的运动的时候，其实我就可以按压我的内关穴，然后深呼吸。对，深呼吸。那有的人其实他紧张的时候，他是不会深呼吸的，就是他会越深呼吸越紧张。那一种其实可以搭配，譬如说，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那个 OA 那个办公室自己贴一张纸扶着，看起来好像在做笔记，对不对？你就对那个纸吹气，然后那个纸不是就被你吹动嘛，对不对？那你这个吹气动作，你其实是一种回馈，就是说我看着纸动，我知道我气吹到那边，而且你要吹到动，然后再吸气。这样子就可以避免说我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会过度换气，让自己会有点像调整呼吸这个感觉。没有错，这个是在就比如说我没办法做很大动作的时候是可以推荐这个。那另外一个动作的话，其实有一些物理治疗师跟职能治疗师他们也会推荐的，就是背后
舒缓背后的肌群。对，因为其实从那个什么背后的肌群，甚至在就是颈项的后面，它也会跟我们的就是譬如说甲状软骨或是声带那一边就是相关的肌群会互相的牵连。那可能源自于筋膜的理论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中医的话，我们当然就会讲说是因为叫做筋经的理论，筋就是筋膜的筋，然后经络的经。筋对经理论对，就等于说我去处理那条经络的时候，就会同时处理到它那一条筋膜。那所以其实我有看过，就是国外的有那个治疗师或者是语言治疗师啊，对，我不知道他的身份，那就是他去处理一个就是完全沙哑的妈妈，就是他讲话都是这个样子，就是他小孩就是1个礼拜都没有听到他妈妈的声音这样子，对，那他就是去帮他按摩背后，对，就是按摩背后来。那你的事情借给我你的把退几嘞，来，当我们转向这边，它按摩的位置其实就是我们很熟悉的沟蒙的位置，对，就是我们沟蒙的位置这个地方。然后它就是一边请那个妈妈发出的声音，对，然后这个时候它就会去舒缓它这个地方，甚至其实你如果找这2条经节，经节其实就是它平常最难放松的那个点。然后去舒缓它，或者你也可以搭配喜欢的精油啦那些，然后去把这个地方舒缓，然后顺便就是脖子这里像捏小猫一样去帮它舒缓。那一边在做的时候，就是要一边发出的声音，就是用最低频的去震动那个声带。那其实呢就可以就是舒缓咽喉。那甚至其实源自于这个理论的话，谢谢医师。对。那就是也可以做那个放松，就是我在办公的时候，差不多每隔50分钟，我就要做一个就是转动上背部的动作，就是往后看的动作。那会建议就是先把这样子把自己的腰抱起来，因为我们要舒缓的是上背部，所以腰不要动很多。那我们这个时候就把头往后看。我超硬的。是哦，要看到极限哦。看到极限之后，事情还没结束哦，眼睛还要再继续往那个顺时针继续看过去。好，然后就觉得全身都被拉到的时候，就讲5、4、3、2、1，那5秒钟慢慢的回来，然后再换另外一边，没有错。好，那我们做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换手抱，然后再一次。然后做好之后呢，就去装水、上厕所，再回来继续办公，这样子，这是办公室推荐可以做的。好像有放松哎，有对不对？有。哦，其实这个对于功能性的慢性咽喉炎其实是会很有帮助。对，大概就是这几个小撇步，讲给各位粉丝们参考。今天又上到了一课，非常谢谢怡清医师。那我们吴医师的健康笔记，等吴医师出关了再跟大家再见喽，拜拜。